大家好，我是 Sigdev，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选择靠谱的小公司。或者你们有些人觉得找工作很难，特别是对我们留学生来说，有很多限制因素，有工作就不错了。或者你们有些人像我一样是转专业的，没有底气，或者你觉得你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经验，就没有这么多的选择。但我觉得找工作不是找一份工作，而是今后的一条道路、状态和生活。所以不管你是去小公司或者是大公司，你都一定要慎重考虑，就千万不要因为有了一个 offer 你就停止寻找更好的机会。如果可以，还是去找一个适合或者相对适合你的工作。首先你要考虑清楚你是否适合去小公司。我之前有分享小公司和大公司的一个劣优势，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找工作的时候范围要小，要有针对性。就是说你想去小公司，你就不要去花心思投大公司，因为大公司的面试和准备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如果你想去大公司，那你也不要分心去投很多的小公司，因为小公司的面试一般性都是没有流程，你可能也不能从里面借鉴到什么。可能当然是可以练个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下面我和大家总结了3个点，你去思考，然后选择一家靠谱的小公司。第一点，选择一个行业。大公司的名字很容易想起，北美也好，国内也好，就那么几家，很多时候你心里都有数，你想去哪家大公司工作。小公司呢，形形色色，如果你就想着我要去小公司，然后你就广投简历，这样你可能会很累。所以呢，你就要先想你想去什么样的小公司，是做 B2C 的还是做 B2B 的，是 To C 里面什么样的领域，比如说共享经济，是 To B 里什么样的 solution， 比如说是做 HR 系统的。然后你也可以思考，你想去这家小公司是只有一个单独产品的，比如说它只有移动端，还是说你想去一个小公司，它是提供服务的。第二，看人。去小公司就要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审核，就是要看当前吸引力、增长率、在职员工、创始人力量、早期的员工实力、投资人的背景、每一人的融资，也就是看数据说话。数字我是真的有点看不来，我觉得这个增长率有时候很难去评价，因为它可能增长率很高，但是几年都没有盈利，就对我来说太复杂。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商科读了一半吧。我觉得重点是要看人，因为是人去创造了这些数字。创始人要有很清晰的目标、强劲的数值和雄心，他才能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理念，一个很好的产品，他才能吸引到早期一批有实力的员工，他才能找到好的融资。所以你可以去看创始人的简历，毕业的哪个学校，工作的经历，是不是做过同样的行业，之前有没有上市过的公司。接下来就要看投资者的背景，是不是一些巨头，或者说他们之前投资的公司是有被收购、有上市的。我觉得去小公司你就一定要去看以后会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的经验和能力，因为你去小公司你就是为了想要学习。你可能在小公司就待了1年，但这1年你从你的同事身上学到了几年的经历。然后我在面我后来那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拿了几个 offer 了，然后当时是想取消面试，不想去了，也是 HR 一定说你一定要来，我后来才去的。但是他们当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觉得啊你迟到了，哎呀你已经有了 offer 了啊，可能就不想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态度。COO 和 CEO 都是非常耐心和细心的跟我讲他们之前的工作经历，之后3年5年他们预期这公司的增长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都没有去问，但他们都会来跟我讲。然后我的老板也非常耐心的和我讲他之前的一些管理经验，
然后整个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让我觉得他们很想要跟我一起工作。我当时就想，我应该会在这家公司做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前面那5家公司的 offer 都拒了。现在回头来想，我也是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因为我在家公司，我再也没有那种我觉得一定要每年跳槽，3年就一定要换公司，如果在一个公司一直做下去就是浪费青春的想法。我反而觉得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更深了。第3，看薪资和福利。虽然我刚说我是把5个很好的 offer 拒了，选择一个最低的，但那时候我也是因为综合因素嘛，就是你前面那2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这股权应该是兑现最快的。然后薪资和福利就是你能争取到最好的，你就要去争取。如果有好的选择，当然是好的选择是永远是第一的。对留学生来说，如果你是想留在美国积累更多工作经验，你一定要问清楚关于工作签证的问题，或者你想办绿卡，你一定要直接就要问清楚。如果他们的态度是有一些迂回的话，我觉得你就要考虑清楚，因为他们有时候是在忽悠你，也有可能会在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之后你可能会失去更好的工作机会。最后我想说，去小公司千万不要看职位描述，当时的职位描述，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不算数的。去小公司，你就要做一个全能小能手的心理准备。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就记得点赞，也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会每个星期更新的。我也会出一支关于职场、关于时尚，还有是生活类的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也记得要告诉我。那下期再见啦！